那天他在街上闲逛，瞧见女儿和一位他不待见的小伙子正走到了一起。自从女儿经济上自给自足之后，他就搬出去自己住了。父亲伊藤担心不已，特地来探望，还特意给他带了个乌水壶。美香说这水壶还没新款的好用，老父亲坚持说这个你得用，不用白买了。然后他坐在女儿的床边，测试一下床能承受多少重量。美香催爸爸快点走，他怕父亲把床给弄坏了，盯着那个乌水壶，心想过段时间就换个新的吧。早晨，美香被闹钟吵醒，拖着被子去客厅烧水，又裹着被子回到床上，但最终还是被乌水壶的声音吵醒起床。有一天，她把男朋友带回了家，父亲却不满，因为他是个画漫画的，认为漫画家不是个体面的职业，他不准女儿跟这样的人谈恋爱。但美香坚定的要和这个男孩在一起，父亲心里五味杂陈。下班后，在大街上开始了侦探生涯。正巧今天，美香和男朋友在街上约会，看到老父亲从对面走来，她赶紧捂住脸，怕被父亲认出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擦肩而过，什么都没发生。美香心存侥幸的往后看，发现老父亲正盯着她。こんな時間にそんな格好で男と歩いてるのは世界中でお前だけだ！父亲喊了一嗓子后就回家了。美香被吓得赶紧给妈妈打电话，妈妈告诉她，父亲回家就去睡觉了。他说在路上见到了你，什么都没多说。美香似乎理解了父亲的意思。第二天，美香看着男友的漫画，觉得他全心投入到这件作品中，辛苦画出来的漫画，他应该给予鼓励才对。ミカ、どうか。私と別れてください。去上班的路上，正巧碰到了公司的前辈追明姐。追明姐的风采总是那么吸引人注意，美香忍不住一直盯着她看。别看追明姐外表光鲜，她在工作上可是个能手，打印机坏了她能马上修好。她是公司公认的常青树。美香的父亲在一家公司担任领导，他每天在公司都充满活力，有时候还请员工吃饭，菜一上桌，他们就拿出手机拼命拍照。伊藤对这种年轻人的行为感到不解，员工们都说这家店的菜很好吃，都在问部长怎么发现的这家店。伊藤回答说是当侦探时偶然找到的，当时迷路了，不小心走进来，看到有人在吃饭，就顺势进来了。但是他下次想来，又找不到这家店了。等他打算回家，又迷路的他，不知怎么又走进了这家店，这就成了他的规律，迷路了就能找到这家店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这说明人生就是不断迷失，然后不断选择，最终找到正确的道路。所以迷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他把迷路也说成了一种人生哲学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旁边刚失恋的姐姐都被他的话感动了，他在离开前特意来感谢他，但在女儿眼里，他只是个固执的老人。晚上喝多了回家的父亲，母亲让美香扶着父亲，他去整理床铺。父亲说什么，美香只好随和着回答。美香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母亲端来了水，还教他正确的喂水方法。父亲终于酒醒了些，母亲急忙赶来，提醒不要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，他只是想躺下好好睡觉。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爸爸扶进房间。接下来是最困难的换衣服环节，在给他换衣服时，还得边唱歌边忙活，不唱歌衣服就特别难换。终于换好了，父亲睡着后，美香问母亲，父亲为何那么反对她和男友玉丝的关系。母亲讲述与父亲结婚前的事，父亲给她买了一根比胳膊还长的烤红薯，当时他劝她换一根短点的，但他说男人一旦说出口的话，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甚至看电影时，他还一直举着那根红薯，这就是男人的倔强。父亲为何如此固执？母亲解释说，父亲只是说话直爽，过一阵他会后悔，发现说出去的话难以收回。美香说她和男友已经分手了，那个该死的老头。美香回到了自己租的房子，发现玉丝还没走，还在屋里。玉丝说没有他，美香肯定会后悔，就像柑橘酱盖子，她自己打不开，以前都是依靠他。玉丝说没有他帮忙，她永远也穿不上那条她最爱的蓝色连衣裙。美香凭借自己的努力，成功穿上了那件衣服。玉丝问她真的想分手吗？最终她失落的走了，美香还把她留下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，告诉她别想再找借口来这里。第二天早上还是被水壶的噪声吵醒，她曾经以为自己穿不上的连衣裙，结果她自己也能穿上那件衣服了。带着喜悦去上班，一个怪异的男人向她冲了过来，在她背后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手势，这让美香感到困惑不已。美香的姐姐邮香自从和之前那个分手后，一直处于单身的状态。有天在餐厅用餐时，碰到了前男友大森。大森那个人确实长得挺特别，大森取笑邮香，说他连吃饭的姿势都是模仿他的，是不是还没找到新欢？为了显得自己已经移情别恋，邮香说已经有2人向他表白了，可惜的是这2个人都已婚。他询问大森对此怎么看，大森把啤酒一饮而尽，站起身准备离开。由美跑出去追，说当初是你提出分手的。大森说他完全搞错了，明明是他说过对方必须外表出众，仅凭内在是无法让他动心的。
说完，大森就走了。后来美香搬回父母家，看到父亲在家，他悄悄地从走廊走过，却被父亲叫住。父亲问他穿的是什么奇怪的衣服，他刚才还以为看到一只羊驼走过，这样的打扮太不得体了。父亲脱下自己的衣服，示范给他看他穿成了什么样，就像没穿裤子在外面跑。美香反驳说，父亲自己不也是，经常穿那条又脏又旧的肚兜，那是他上小学时送给父亲的礼物，你不记得了吗？父亲非常珍视那条肚兜，一直穿到现在。而美香穿的那样，是因为要去参加单位组织的相亲，但到了现场才发现，对面男士看着像黑社会的人，这活动策划者真是个人才。回家后，美香发现姐姐邮香也在家，母亲把他们叫到一起，教他们从父亲的睡姿来判断他的心情。邮香好奇为什么美香之前非要搬出去，现在却又搬回来了。美香坦言和男友分手了，好奇地问姐姐也是何故。邮香表示和她不同，只是临时回来住一段时间。美香忽然注意到门外似乎有人偷听，他们悄悄走到门边，谁知道父亲已经在门外等着。他质问美香找的那种男朋友，画的漫画简直不忍直视，角色死了还能死来死去，完全没逻辑。幸好你及时醒悟，主动跟他分了手。现在我要求你们两个立刻搬回家来，以后让我来挑选你们的男友。第二天上班，伊藤在公司里开始为自己女儿物色合适的男性，青年帅哥可能符合美香的口味，当然也得考虑成熟稳重的。伊藤邀请他们共进午餐，这家店的服务员都是年纪很大的老奶奶，看着她服务还真让人提心吊胆。点菜时，伊藤点了炒面，大森也跟着点了同样的。伊藤对此表示满意，而那个帅哥却不知道职场规矩，竟点了上菜慢的荞麦面。这时候怎能点比上次还贵的面条呢？伊藤和大森的炒面上桌后，他只能旁边干瞪眼，真是够尴尬的。好在帅哥的面也终于上来了，为了追上他们吃饭的速度，帅哥不顾形象的狼吞虎咽。伊藤晚上又学你了。稳重的大森继续吃着饭，聊得越来越投机。伊藤在心里想，找到理想的女婿了。他们不知道，家里的3个女人正聊他的闲话，说他最近带的礼物质量不错，大概是下属送的吧。美香猜想，会不会是想讨好他的漂亮女人送的？邮香觉得父亲没那么受欢迎，母亲也同意这观点。正巧伊藤回家了，还带了个男人回来。由美问大森为什么会来，大森说是被他父亲硬拉来的。紧张的大森的眼睛都起雾。大森正要走，又被伊藤叫了回来。男人坚持要吃汤面，妻子告诉他这就是汤面，他不听，仍然吵着要汤面。可能是因为忘了放海参，男人最后什么也没吃就睡了。妻子抱怨自己辛苦做的。某天李香带回家1盒烤肉，丈夫看到她拿在手上吃，说女人吃烤肉，认为女人应该把烤肉放盘子里，加点调料后再吃。李香忍无可忍，不再迁就她的怪癖，反问为什么女人就得那样吃？你要是喜欢那样的女人，当初就应该跟那种女人交往啊。然后她当着她的面吃了起来，看她能怎么样。第二天李香回到家，看到好久不见的2女儿，母亲没多说什么，只问她饿不饿。伊藤上班后，大森说昨天打扰了，他离开后啥事都没发生吧。伊藤让他放心，你走后一切平静，好像啥都没发生。早饭时也没人提昨晚的事。大森问连一点都没提到。伊藤说或许是大家都太累了。这么一来，大森心里安稳了。他掏出了今早特意买的弦子给伊藤。不可思议的是，弦子被放进了公文包。客户正巧这时候来了，伊藤整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谈判上，只是一直盯着公文包中的弦子。等到客户离开后，伊藤询问下属对这次合作的看法。渡边说客户给人的感觉有点奇怪，好似一个机器人。伊藤觉得对方尽管尽力显得年轻，但是感觉依然无生气，还表扬下属很有眼光。渡边提到看到大森公文包里还有小生命在呼吸，所以自己也要加倍努力。伊藤认为这次合作就此打住，都多亏了大森包里的弦子，帮他做了冷静的判断。说到小生命，让他想起了女儿们小时候，他曾教导女儿们要珍惜周围的动物，不要轻视任何生命。有个帅哥注意到了美香，并给了他联系方式，紧张地离开了活动现场。他去了一家算命的地方，那里告诉他命中注定的人就在眼前，梦想和目标都能达成。美香盯着手里的名片，想着这人或许就是他要找的人。回到租来的房子，发现前男友又来了。美香问他为何不在自己家，偏要来这里。他说家里断水断电了。美香心想和这样的男人分手确实是对的，但如何摆脱这个粘人的家伙还真是个难题。他随手拿起一本漫画，里面正好描述了一场分手。他考虑是否该效仿，抬头一看，电视里正在讨论狮子的择偶问题。毛发差的狮子没人喜欢，雌狮总是看外貌挑伴侣。美香想起了上次给她名片的那位帅哥，如果找到新男友，那粘人的前任就没有借口再待下去了。她决定打给那个男生，那小伙子真会逗女孩子开心。不一会儿，美香就笑了，他们甚至约好了见面的地点。这一切恰好被前男友看到。伊藤回家发现李香已经到家了，然后伊藤召集了家庭会议，严厉的父亲要李香回婚家，无论你和丈夫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解决。母亲也建议他回去沟通。接着伊藤让妻子给他倒茶，却发现妻子一直在点头。母亲道歉说自己走神了，原本严肃的气氛被母亲带偏了。
看到李湘是自己回来的，李湘最终还是决定回去。她看到丈夫还是老样子，专横跋扈。早晨，她说想吃吐司，李湘说她已经做好了米饭，但丈夫不听，坚持要吃吐司。李湘心想，她如果有能力自己做，说起来倒是轻松。想了想，还是自己做吧。要是厨房被丈夫弄乱，最后还不是她来收拾。做好后，丈夫又不高兴，说看着太简单。李湘只得耐心解释，家里食材不够了。她误会李湘是因为没有为她准备好早餐而内疚，让李湘不要有压力。第二天早餐时，丈夫突然叫错了名字，意识到错误后赶紧改口，还说了句关心的话。李湘心里嘀咕，她平时不会这样，心里可能有事，不会真的有外遇吧。晚上果不其然，丈夫没回家吃饭，于是她借着打蚊子的借口。但后来李湘注意到，丈夫依旧秘密地看着手机，甚至在夜里睡觉时还梦呓着别人的名字。她偷看了丈夫的手机，果不其然发现了约会别的女人的短信。几天后，李湘回到了自己家，父亲还是重复之前的话，催她买车票当天回去。李湘提出丈夫有外遇，伊藤要求妻子把高尔夫球杆给他，他打算找那个男人算账。妻子劝他先冷静，弄清楚真相再做决定。李湘说她发现后，丈夫承诺会和那个女人结束关系。第二天，丈夫说他们已经分手了，但从丈夫的衣服中调出了一张收据，上面记载的是2个人的消费，分手时还能一起吃冰淇淋。这不像是真的分手，而更像是讨论怎么隐藏事实不让李湘察觉。明白过来的李湘非常愤怒，所以她决定回家。女孩无意中成了第三者，直到被告知真相，她明白外遇是没有好结果的，但仍然下不了决心断绝关系。她只能靠酒精来麻痹自己。不幸的是，让前男友大森看到了她不雅的一面，并在她面前秀恩爱。邮香怀着苦涩的心情，决定让自己难受，也不让别人好过。她就坐在了那对情侣中间，坐着坐着就开始诉苦，谁知他们完全不在乎，像她不存在一样。最终她自己喝醉了，无奈的大森只能将邮香送回家。大森送人之后，按了门铃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父亲询问他昨晚怎么了，但他已经忘记了昨晚的事情。在去上班的路上，他目睹那个已婚的无耻男人竟然又和另一个年轻女孩亲密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害怕的把头转向了一旁。这个男人到底有几个女人啊？邮香决定跟踪他们，看着那男人将女孩带上出租车，他心里想要冲上前去质问，但他的脚就是动不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他继续跟在他们后面，最终跟到了那男人的家门口。正巧遇到那男人的妻子回家，他问邮香来做什么，邮香承认了自己是第三者，对方居然没有一点惊讶，反而邀请他进屋聊家中的伊藤。从邮香昨晚的不寻常到今早的异常举止，感觉到女儿可能遇到了问题，他决定要出门去找邮香。这是邮香第一次来到那男人家，家里的一切对他都很陌生。那男人知道邮香来了之后，装作不认识邮香，甚至威胁要把他赶出去，声称如果他不离开就报警。反而是他妻子表现得比较冷静，他说这女人看起来很可怜。邮香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他们，他的目光让对方感到不安。邮香突然抓起沙发上的靠垫，猛地扔向那男人，看到什么就扔什么，在他家里乱扔仪器，引来了周围邻居的注意。邮香离开后，那男人还在继续装模作样，说他根本就不认识邮香，仿佛奥斯卡奖都该颁给他一个。但他妻子用怀疑的眼光瞥了他一眼，尽管发泄了情绪，邮香并没有感到快乐。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是众人瞩目的焦点，有很多帅气的男生追求他，只是岁数稍微大了点，怎么就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呢？不是长相不好看，就是已经结婚的，自己竟然成了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。在回家的路上，看到了平时与众不同的父亲，父亲正到处寻找他，他走上前去问父亲，手里为什么会拿着高尔夫球杆？父亲反问他没事吧？由美说他只是出来走走，心情已经好多了。父亲就转身准备离开，邮香叫停了父亲，告诉他自己今天测验得了0分。父亲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就像他小时候一样教导他。父亲告诉他无论遇到什么都得向前看，继续生活，让他明天去买点海参，买多少就看他烦恼的程度。旁边的客人看不下去了，还想帮老板解释1、2，结果并没有解释清楚，自己也被卷了进去。3人吵成一片，旁边的女士大声喊停，让他们不要吵闹。这时男子才明白过来，他把混沌和汤面搞混了，他以为的汤面并不是别人心目中的汤面，他自以为是，甚至因此伤害了妻子。但似乎一切都回不去了，因为今天他是被妻子父亲赶出家门的。自从妻子李香回到娘家，他就不断打电话询问何时回来，因为没人做饭给他吃了。李香说他不打算回去。师傅，你相信爱情吗？吐出车费200。李香在自己家准备早餐，和家人一起打牌，玩得不亦乐乎。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回去。扛不住压力的李香丈夫最终决定去东京找李香。老伊藤早就想找那家伙算账了，他没想到自己会主动上门。李香拿出家用的体重秤，秤上记录着其他女人的体重。丈夫赶忙低头承认错误，承认自己被那女人迷住了。他说他正在反思。李香询问他们的婚姻是否还能重来，他说当然要重来，但他却又叫错了李香的名字。老伊藤喊叫美香，让他拿过他的高尔夫球杆。李香明白他的婚姻已经彻底结束，他本已做好准备，但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
他一个人到公园喝酒发泄，结果在公园里睡着了。醒来时已是夜晚，他摇摇晃晃找不到回家的路，差点跌倒，幸好有个好心人帮了他。第二天，李湘在一个陌生房间醒来，他发呆了一会儿，然后检查自己的衣物。幸运的是，衣服没被换。他回头才发现，有个陌生男人坐在地上。男人说他昨晚喝多了，他不愿回家，他只好带他来了这里，并告诉他放心，他没对他怎么样。李湘匆忙整理了他的东西，然后逃了出去。李湘回到家，在包里找到了一本书，原来是在酒店。他急忙收拾东西时，不小心把那男人的书放进了自己的包。一天，他等公交时，发现一个男人在盯着他，心里想肯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。男子走过来说，他是被李湘的背包吸引，想问那背包哪里买的。李湘这才恍然大悟，他打开背包查看标签，结果包里的大葱掉出来了。那男子帮他捡起大葱，接着他又赶紧缩回了手。李湘觉得有点尴尬，因为包里都是他从别人那里拿的蔬菜和水果。他叫那男子用手机把包上的标签和品牌拍下来就行。男子想要他的联系方式，但他并没有告诉他。回家后，他开始后悔不给联系方式，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又在想自己是否还有精力开始一段新恋情。他父亲告诉他，上一代人谈恋爱通常是定好时间地点，通过公共电话约在车站或公园见面，鼓励他去寻找新的爱情。不知何时起，李湘喜欢上了那本意外得到的书，有空就待在家里翻看。看完后，他才意识到这本书还有续集。他去书店问店主有没有这本书的续集，店主说那本书已经绝版了，有新货会通知他，让他留下联系方式。看着这本书，让他心情平静。他开始回忆过去，回想起小时候欺负邻居家孩子的事，想起和丈夫相遇的过程，想起他们买房时的快乐，还有感情破裂的那一刻。他好奇这本书的前任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有一天，父亲带他去一家中华料理店吃饭，这是他小时候常来的地方，曾陪伴他度过许多重要时刻。现在这里的老板因为年老多病，即将要关闭这家店了。他们一家和店主坐在一起，做最后的告别。店主说，即使没有这家店，还会有其他类似的店。伊藤对女儿说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有结束也会有新的开始。那天晚上，他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朋友说在电视上看到他出了事故的新闻。李湘说他一直好好的在家，可能是另外一个同名的人。朋友了解了李湘最近的情况，提议李湘回原来的公司工作，这样他们能再次成为同事。看新闻的父母也在电视上看到了女儿的相关报道，报道里的那个伊藤李湘，母亲说李湘不是刚从这里走过去的吗？父亲急忙跑上楼，看到女儿亲了。第二天他重返旧公司，他很喜欢的老板请他吃饭，却被他问了个怪异的问题。他问老板一周是7天吧？那每周是从哪天开始的？这个问题直接把我大脑 CPU 都给干冒烟了。他拿出自己的日记本，他的日记本每周是从星期天开始的，老板的日记本却是从星期一开始的，这让李湘感到困惑。老板吓得说要去洗手间，还故意丢了1000块在地上。李湘想要提醒老板，老板却说那不是他的钱，拜托他捡起那笔钱去买一本新的笔记本。原来李湘还没适应从家庭主妇到职场的角色转换，他重新适应社会感到不自在。有一天在家，他整理高中时的漫画书，手机收到书店老板的消息，那本他想要的书到货了。他去书店取书，走时老板叫住他，说有人找那本书的上卷，如果他读完整套书并且暂时用不到，书店愿意收购。李湘说下次有人问，让老板把他的电话给对方。上班习惯后，李湘找回了工作的感觉，享受桌上书本散发的香味，公司里各种植物散发的清香，总是让他感到心旷神怡。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是那位拿错书的男士来电，电话是书店老板给的。李湘因为上次匆忙离开道歉，不小心拿了对方的书。那人询问上卷书看得如何，李湘说上卷很精彩，约定哪天归还书本。他们约好见面的时间。为了上班便利，李湘打算搬到外面住。父亲伊藤也送了个嗡嗡作响的水壶给他。之前美香搬家时，父亲也送了一只。美香后来才明白，父亲送的水壶是精心挑选过的，并非随意购买的。至此，李湘的故事告一段落。因为导演没有拍摄续集，什么样的爱情能让女人从里到外彻底改变气质？女孩过去是那个模样，现在变成了另一个样，这样，或者是这样，真是让人受不了。这都是女孩美香自从认识帅气的大仓后发生的变化，连追明都吃惊不已，简直就是判若两人。美香讲话的语气也变得从容不迫。追明问起她的前男友，美香说自己哪有前男友，把追明问得一头雾水，这是不是入戏太深了？有一天他乘公交，后排2个女生讨论他，说他看起来像美香，原来他们是美香的朋友。他们知道的美香乘公交从不站着，而且还会在车上睡觉。等他们在餐厅等美香，才发现刚在公交上他们讨论的那个女子正是他们的好朋友美香。他们惊异地看着美香，询问美香是否换了男朋友，感叹变化太大了。好友们好奇新男友是怎样的人，美香只描述了男友的外貌，却说不出他的性格如何。她解释说2人才开始交往，还在相互了解中。新男友大仓来访美香的租屋，却被一只蜘蛛吓得尖叫。美香询问蜘蛛在哪里，
他告诉他已经处理掉了。第二天，美香把前男友永次的奖杯归还给了他。永次在奖杯底下发现了一只死蜘蛛，他把蜘蛛埋在草地。失去女友的永次开始反思之前的所作所为，决定放下那些烦恼，开始专心创作漫画。而美香与新男友频繁约会，大仓表白喜欢女生走在右侧，于是将美香引到自己右边，接着对美香提出很多要求，比如穿什么颜色的服饰，如何优雅的走路。陶醉于甜蜜中的美香按照男友的要求逐一改变。美香开始考虑穿搭是否的得体，挑选电影以取悦对方，决定咖啡是冰的还是热的，说话都变得小心翼翼。种种问题让她感到疲惫。有一天，大仓带美香去了一家豪华餐厅。大仓提起见父母的事，追明姐也说可能是打算和他结婚了。到大仓家时，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来迎接。大仓让美香坐在门边，并为她按摩脚部，和大仓家人相处的还算和谐。在外面时，大仓向美香求婚。大仓谈到了婚后的生活，他可以保持工作不变，这让美香一时无法做出决定。晚上，美香从后门进了家，父亲好奇她为何从后面回家，问她出了什么事。美香透露大仓向她求了婚，她因为思考这件事，在公交上坐过了站，所以只好从后门回家。今天去了他家，在门口他还帮她按摩了脚，并说婚后她可以继续上班。美香觉得这很不错。大姐由香觉得门口按摩脚，这也太奇怪了吧。二姐好奇地问她，大仓是不是那种喜欢在菜上滴柠檬汁的人？父亲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，认为要了解一个人非常难，觉得美香和大仓相处时间太短，这么快就考虑结婚不太适当。美香却埋怨家人为何不支持她和大仓结婚。工作时，美香心神不宁，同事注意到她脸上有异，像是晒伤了一样。美香解释说她还在从求婚的震惊中恢复，同事建议她冷静一下。美香回忆被求婚时，她犹豫了，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犹豫。男友明明各方面都很优秀，长得帅而且有钱，家庭也很和谐，他还主动给她按摩脚，并且支持她婚后继续工作。她怀疑自己以后还能不能遇到这么好的人。她回想起跟男友的对话，问他为何选中他。大仓说他不喜欢两种女人，一种是像花瓶一样的女人，另一种是太有事业心的。美香都不在这两种之列。最终，美香接受了求婚。有一天，他们一起吃饭时，大仓询问美香为何没有佩戴戒指。美香解释说工作时戴戒指不便，但察觉到男友似乎有些不悦，便又说是因为怕丢失戒指。大仓提醒她第二天要记得戴上，并强调要抓紧确定订婚的事宜。双方父母商定了订婚事项。美香的母亲质询大仓是否真心想和美香结婚，大仓给出了确定的答复。最终双方家庭都同意了订婚。回到家中，父亲严肃地问美香，她是否真的决定嫁给大仓。美香感到自己处于下风，似乎只能默认同意。美香表现出不满，质疑为何要刻意挑剔大仓。父亲表示这只是前辈的忠告，给他的一些建议。美香抱怨父亲对待二姐不如对她严格，对二姐总是顺从，而二姐最终还是离婚了。回忆起二姐结婚时，父亲毫无意义的就同意了。父亲辩解说事实并非如此。美香不愿听解释，愤然离去。二姐李香找到美香，解释父亲对她放任的原因。有次父亲喝醉了，将她错认为母亲，对她说了许多情话，直到发现是二女儿李香，父亲因此感到震惊，从此不再干涉她的事。美香和大仓再次约会，她意外地发现大仓对走路的姿势并不那么在意，却不解为何他要求她走路要有高雅的姿态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仓显得格外支配欲强。只要知道美香和朋友外出喝酒吃饭，他就会故意错过后续的约会，作为对美香的惩罚，或者在约会时故意接打工作电话，让她独自等待，甚至对她新买的手机也不感兴趣。大仓得亲自检查一遍才能安心。有次约会时，美香走错地方，结果意外遇到了永次，美香又给了永次一顿打，俩人最后还是闹到了警察局。大仓在街头等了许久，但始终没等到美香。回到公司的美香不断打电话，为了让她停止打电话，同事们个个透露了一个秘密，但这些都没用。无奈之下，追明姐只得使出杀手锏。意识到不安的美香决定和大仓坦白一切。她约大仓出来见面，提出了分手。美香告诉大仓，她喜欢的是他心目中的美香，而非真实的她。那完美女友只是他想象中的。大仓不想听他解释，他坚信理想中的美好不会离他而去。美香不理会，把他之前不敢说而一直想说的话全说了出来。谁知大仓突然精神崩溃，出现了人格分裂。美香问他是否第一次被人甩，没关系的，习惯就好。常言道女大三抱金砖，那女大十抱的是什么呢？由香在一个已婚男人家大吵一架之后，感情生活似乎有了转机。公司里的后辈青山主动约她吃饭，青山一再大胆告白，让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毕竟她觉得自己是年纪较大的阿姨。晚上分道扬镳时，准备回家的那一刻，青山抓住了她的手表。回家后，她满脑子都是杂念，真有年轻人会喜欢她吗？还是只是开玩笑的？说不定青山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她决定亲自去青山的公寓探个究竟，想要在房间里搜寻，看有没有女性的东西，这样一来就能搞清楚他是否有女友。但是翻遍了也没有发现任何女性相关的物品。
他后来独自一人去酒吧喝了一杯，没曾想竟然被一个年轻帅哥搭讪。他以长辈身份教训着小伙子，告诉他不该随便和长辈搭讪，然后酷酷的买单离开。回到家里，接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电话，原来是大学时期的初恋情人。他打听他是否已婚，还说他开始怀念他了。第二天，他翻找出大学的毕业照，沉浸在往日回忆中。有一天，他和青山在街头约会，突然有人叫住了他。邮箱回头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是前2天打电话给他的枝野。枝野询问旁边的青山是否是她男朋友，青山急忙说是。邮箱让他慢着，这么说会让人误解。他转向枝野，提到他前2天的电话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枝野满脸困惑，想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说自己那天喝多了，打了一堆电话，结果不小心打给了邮箱。枝野向邮箱道歉，邮箱感到有些沮丧，原来一切只是个误会。后来在和青山的约会上，邮箱向青山坦白，说青山是他理想的男友类型，工作能力很强，对人也很温柔谦虚，但他自认有不少缺点，年纪也大了，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像青山这么好的人，因此他不能接受成为青山的女朋友。一天下班后的邮箱去参加了一个同事聚会，今天领导给新来的妹子办了个生日派对。他忽然想起曾有个算命的说过，他30岁就会嫁人，还会有2个小宝贝。如今他都快31了，看来算命的话也不准。在工作场合，受欢迎的总是那些年轻面孔，像他这年纪的几乎无人问津。不过他反而享受这份宁静。大森问他打算何时跟他爸爸提起他们曾经交往的事，邮箱说分手了就算了，提他干嘛？看到一个街头说唱艺人，他驻足倾听了一会儿，直到对方收工。此后每天路过，他都会停下来听一会儿。日子久了，2人也熟络了。歌手还请他去吃面。由美知道这样的男人并不适合结婚，面吃完之后，他就没再来过。几个月后，邮箱遇到了一位厨师，他觉得这次终于没因为长相选择伴侣，但2人相处的并不太好。厨师老是记不住邮箱的喜好，看来厨师也不是他的最终归宿。男子发现自己的手下居然悄悄和他女儿谈过恋爱，其实他早就知情，当初把下属带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撮合女儿和下属，只是没能成功而已。1年后，邮箱上班途中偶然遇到那个伤害过他的已婚男人，2个曾经对立的人竟然平静地聊了起来。讽刺的是，最懂他的反而是那个已婚渣男。已婚男还对他说，他总是喜欢那些有点缺陷的男人。美香与大仓分手之后，终于开始理智起来。晚上他去了永次的公寓，滔滔不绝地说想和好，结果邻居跟他说永次搬走了。朋友在聚餐时告诉他，大仓又开始相亲了，还是用老一套。美香心里想大仓挺能恢复的，朋友建议他忘了大仓和永次，重新开始生活。这时永次打来了电话，2人在咖啡厅见了面，又和好如初。美香回家告诉爸爸，她要嫁给永次了。老爸说太急了。美香说你和妈不也是20出头就结婚了吗？老爸急了，说出本心，说他其实当年不想结婚，只是迫于压力。妈妈一听就不开心，伊藤赶忙解释，说只是为了说服女儿，别当真。妈妈不买账，说她要去做乌冬面。美香说她也要去做。这突然做饭是什么意思？2人在厨房里忙个不停，厨房都快被他们弄垮了。老爸最后只能吃下他们做的饭，还得不停夸2人做的真好吃。饭后妈妈告诉美香，庭院有人找。永次带着盒子站在外面，伊藤出门想把永次撵走。永次说自己正式出道，成为漫画家了，还收到了出版社送的礼物，一盒子大闸蟹。伊藤看见大闸蟹，赶紧让永次进来，这变脸也太快了。晚上伊藤还把大森叫来，结果大森把和邮箱的过去说出来了，为啥之前你一直没提？伊藤笑着说他早就察觉了。第一次见大森来家里时，看到女儿邮箱的反应，他心里有数。邮箱说他早就和他分了，提这是干嘛？伊藤表示没关系，叫大森继续吃饭。饭后伊藤开始看永次的星座。美香之后送永次回家，路上经过一家漫画店，在门口发现了永次的作品，还是店长力荐的。永次说是因为美香有了新欢，他才更加努力并获奖，他就在这里向美香求婚。这时天理香恰好搬家，姐妹俩和妈妈一起送他，而伊藤老爸站在路口目送他们远去。这一幕像极了小时候爸爸看他们长大的情景。看完整个剧情，我不禁吐槽一番，剧中充满了荒诞情节，没任何前奏就直接开启新情节，剧情莫名其妙就展开。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剧，看得我相当费解，所以看这剧别太认真，就当是消遣的拌饭剧好了。还到处是跟美食有关的桥段，我都以为我在看美食节目了。我猜可能是导演在为自家餐馆做宣传，这剧没拍完，后续导演也没续拍，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，所以剧情到这也就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